艮字，昆仑。坎字。 扬手，坤字，土河车。流失。坤字，土河车。坤字，土河车。他在训位却使用坤字法，居然也是我们用的法术，找不到任何破绽。离字，自练。训字，萧谈功德。 不可能，就算是再强的奇门使用者，也不可能不遵循生克之理。诸葛青，你觉得怎么样？就此打住吧。你不是看到自己的卦象了吗？王道长，或许我逃不过这一败的命运，或许这一败会击碎我所有的尊严，但有些事情。 对于一个术士来说，比尊严更加重要，那就是真相。就算要败，我也一定要知道自己败给什么样的力量。是奇门显象心法。 此心法的使用者，感官会得到全面的提升，并且能看见常人所不能看见的事物本质。他们是在斗法。对字，黑琉璃。你到底干了什么？
淡中大学受制，这就够了吧？我输了。我什么都没有看到啊，他就认输了。这个王爷居然用术把诸葛瑾克得死死的。你要说术法，这世上还有能超越诸葛家的吗？神龙浮屠出洛水，彩凤仙术碧云里，因命封后演成文，奇门遁甲从此始。老陆，虽然没什么人亲眼见过，但是8奇迹中确实有一个封后奇门。幸亏咱没离开龙虎山，没看到传说中的气体源流，却看到了丰后奇门，这不就对了吗？诸葛瑾，快停下！停下！我说你停下！我叫你停下！你听见没有？我原本是打算卜卦个大概，没想到后果这么严重。我不是不能接受失败，但就算我要死了，我也不能败得这么不明不白的。罪过！各位祖师三上，弟子不该口出秽语啊！罪过！你丫都逼着舒大人说脏话了，你！算了，本就不该来，来了清静日子也就到头了。诸葛青，你看好了。果然，你也是个奇门术士。诸葛青，之前你确实方寸乱了。既然知道我是个术士，为什么注意力还只集中在我身上？好好看看这一局。这一局怎么了？这不过是很普通的一局。懂了吗？和其他术士踏方位寻吉凶不同，身在这个奇门局中，我即是方位，我即是吉凶，时间、空间、4盘的深刻，都由我来制定。刚才的比赛中，我虽然没有与你近身，但因为空间受我控制，你的位置也受我控制，我在任何空间都可以接触到你，直击你的要害。随意的波动棋盘格局，4盘的格局是时间来制定的。你怎么可能操纵时间？为什么不能？时间就是计算万物变化的计量单位而已。对于一个没有变化的人而言，时间也就没有意义。操纵了万物的变化，就等于操纵了时间。我能操纵的，就是这奇门局中的变化。现在开始，这里的引力已经变得和阵外不同。它让小石头落地的时间将会是1分钟。是不是感到有些热了？风向也有些变化。因为现在虽然是谷雨，但这局中的温度和湿度都被我改成了大暑。你说术士就是趋吉避凶、被天理束缚的人，这话有理，但不全对。你以为你先祖为什么会被人称为最伟大的艺人？作为一个修为极高的术士，他会不知道皇室衰微，他会不知道天下分久必合，合久必分的道理。真要是趋吉避凶，就该在故土好好待着。以他的修为，想必更进一步也不是什么难事儿。
可他却放弃了作为一个修者该坚守的一切。就算你大势而行，也要投身到乱世当中，只为了去救那个明知已无可救药的天下。为了那个天下，情愿去和天理、和大势对抗，明知不可为而为。这就是他那个级别的术士作为。若是一味的趋吉避凶、顺势而为，被天理束缚，那又何必去明理？反正不管懂不懂那规则，反正你我都和一般人一样被束缚着，不是吗？其他艺人都是因为自身过失才止步不前，前辈武侯却因为放不下天下苍生才没能更进一步。这就是他伟大的地方。在我心目中，他和吕祖、三丰真人这些传说中已经羽化的祖师一样，是我最敬佩的前辈。败了，彻底败了。王道长，我认输。王爷对诸葛青，胜者王爷。恭喜王爷！王道长，最后问你个问题，你刚才的那个术法，到底叫什么？跟你说够多了，别不知足啊！想知道你可以自己算呢。再找死我可不拦你啊！没想到武当山还有这号人物，我怎么从来没听说过？啊，这件事你来办，把这个王爷拉到我们天下会。楚岚，看来你下一场的对手就是王爷了。别呀，100个我也不可能打过他呀。爸，这个人实力这么强，我打也打不过他，总不能硬拉吧？我平时怎么教你的？所有人都可以明码标价，只要你知道他想要什么。可是我也不了解他呀。动动你的脑子，出家人最缺什么？当然是钱。有钱谁还出家呀？哦。怎么了，宝宝？福生无量天尊呐！少废话，反正就是你孩子阿青努力白费了。给我站住！江楚岚，情况有变，王爷被几个人缠住了，要不要把他们全卖了？别跑！人呢？臭牛鼻子人呢？跑这么快！往那边追！别跑！我去！这几个姐妹受什么的呀？好体力呀！追了我整整大半天，总算是清静了。姐，我来看你了。心疼？你怎么来了？龙虎山资源这么紧张吗？你俩开1000房啊？哎呦，风小姐，你伤没事吧？风少爷愣着干嘛？快去把我带来的水果洗一下。哎，要不这样，我给你洗吧。你想吃什么？
问他。哎呀妈，我跟你说，12柄斩仙飞刀我一祭出来，我封建的女子是手忙脚乱。那当然，哎，你知道你儿那最是怜香惜玉，哪能真的对女子下重手吗？你啥，你真是。啊，那个，当然了，我最后就认输了啊，毕竟是女子嘛。啊，现在大佬都忙着巴结我就先挂了。算了，不用问他了。哎，别，我吹吹牛而已嘛，要不然我妈会不放心的。那个我来吧。沙燕好些了吗？好多了，老爸。青铜楚岚都在哈。快恢复了，没什么大碍。冯会长啊，风少爷今天白天可是打了一场漂亮的胜仗，侥幸获胜。藏龙给青铜开的胜率都已经超过张灵玉了，现在胜算可大了。今天居延显阳一出，大家都以为我是高手。但实际上，我也没收集几位特别厉害的器灵。这位柳大爷，过几天我就要还回去了。冯会长，真没事儿。现在不是乱世了，除了玄性那些疯子，没人会那么无法无天。青铜施展居延潜将是我准许的，陆老不是也拿出通天录了吗？这个时代，8奇迹没必要躲躲藏藏的了。总之，青铜这次干得不错。谢爸。楚岚。明天的比赛有底儿吧？那个王爷可是完胜诸葛青的人呐。冯会长，我突然想起来，我还有个事儿，我先打个电话。汪洋边大木转溜溜，那么接过呀哈利呀，跳蛋北米下溜走啊。王二爷，事情怎么样了？搞定了吗？都这个点了。放心吧，保证你明天看不到他。这坑是给我准备的吗？埋人是不对的，咱有事好商量啊。你咋还倒水呢？水跟土调和到一定的比例，你爸会完全调和身体曲线，特别巴适。而且和过水的土会产生一种吸力，会卸掉2种奇怪的静力。只要太几把，反正就没法钻出来了。我去，你这个太牛了！没啥子，为手术儿。我再调整高度，把你脑壳露出来。真是麻烦呢。看来我得开个蟠桃托了。举起，乱进。不好意思啊，萝卜吃多了。乱进吐。咋回事？感觉刚刚怪怪的。接呀接呀，小溜走。正字，地龙油。Well, Polo。我的车。哎，谢了，妹子，让我长了不少知识啊。阿威斯巴斯。我去，这啥功夫啊？乱金拓不管用，土豪车也困不住，这倒霉玩意儿什么来头？
姐们也太难缠了吧！遣词正言法，败火流乱。差点不灵啊！以后就不会死，张主都不该下山。可惜了，师徒给我的就剩这么一个。唱不上。这下该可以了吧？老天师来看这场比赛，是因为张楚岚是他的徒孙。你们两个别的比赛不看，也专挑这场，是不是武当山的小道士使了封后奇门，有人眼红了？这有什么不敢承认的？不止在座的各位，来这一人演武大会的，没有一个敢说自己不眼红的。要是张楚岚继承了他爷爷的气体源流，那今天可就是两大奇迹的正面对决了。武当王爷，请速速入场。王爷，听到请速速入场。哥，那个道士费劲巴拉赢了你，就这么拱手让给张楚岚了？他赢了我是真本事，后边他想赢想输，那是他的权利。宝宝呢？三儿，你还不明白？你看张楚岚那个贱嗖嗖的样，咱们宝儿姐肯定又接活了。宝儿姐果然给力啊！王爷缺席比赛，胜者。站不上，接！还来，大姐，你除了埋我脑子里还有点别的事儿吗？你看看这是哪儿？选手已经到场，小姑娘，请离开场地。张楚岚，我可咋了？没事，宝儿姐，接下来交给我吧。一开始我以为他也是诸葛青的脑残粉，可总觉得哪儿不对劲儿。后来我发现，他跟你一样都穿着哪儿都通的工作服，原来他是你打手啊！行啊，张楚岚，孙子，你挺会玩啊！王爷，我们可以暂缓这场比试。你有什么隐情，尽管说，天师府会为你主持公道。没事儿，就这么比吧。好，开始比赛。给我弄点吃的吧，折腾一晚上了，我快饿死了。我这好几天都没吃馒头了。你小子让人揍傻了，这什么场合？如果你不打算追究刚才的事儿，赶快比赛，比完再说。是比呀，这一人演武大会也没说非得比打架呀。咱都是道士，又不是战士，我跟这货比谁能吃，不行吗？得嘞，老天师，我这就回去跟太师爷说去，武当弟子在龙虎山不管饭。荣山，别跟这小毛头磨叽了，有馒头没有？塞饱的，省得回去跟他老头告我的状。是，得您受累。
照我这样，也给张楚岚来一份儿。别愣着，吃，不然我一掌震死你。好嘞。难得呀，宝宝，没想到你也有失手的时候啊。任宝宝都搞不定，张爽这下危险了。宝宝，想什么呢？业务工作流程需要改进，敲晕之后要先想办法令其的运行一并封住，再下手卖。好了，别光想着卖人了，赶紧去换身衣服吧。啊？王道长，你还没告诉我你为什么来龙虎山呢？听风吟。问得好，我为什么来的？还真不是一两句话就能说清楚的。张楚岚，你知道占卜是怎么一回事吗？不知道。先告诉你一个基本观念：过去无可挽回，未来可以改变。实际上，再牛的术士也占卜不出过去的事儿，能够测算的只有几种未来的可能。即便是这样，也算是天理难容。所以，占卜与术士自身无异。至于有多大的损伤嘛，那就要看你算出的信息对世界的改变产生多大的影响。比如我算出下棋双色球的号码，损伤就微乎其微，因为这只是改变了世界中某个暴发户的人选。可是之前，我在武当算了算这次大会和关于你的事儿。只是了解了一个模糊的大概，我差点死了。唉，其实你们怎么样，跟我有什么关系呢？世道再坏，我也能保全自己和家人独善其身。所以其实我不该来的，可我为什么要来了呢？大致原因有两个：一，我不来，老天师和天师府的声誉会严重受损。老天师也是我敬仰前辈，这我不想。二，我来，是给你多一个选择，一个放弃的选择。放弃？你是让我放弃继承天师度吗？不，大会的事儿，怎么样都无所谓了。我给你提供的选择，是放弃追求真相，那样你就会得到你最想要的。别逗了，王道长，追求真相有什么不好？那就是我最想要的。真相你确实很想要，车子、房子、女人你也想要，追求这些都无可厚非。不过一旦满足了其中某一项，人就会去追求下一项。所以不是欲望无法满足，而是可以追求的东西太多了，人才会忘记自己最想要什么。而我跟你说的，是一直求而不得，一旦得到，愿为了他舍弃一切的东西，那才配称为最想要。故作高深，咱俩根本就不是我最想要什么，不用你来告诉我。真常应物，真常德性，常应常静，常清静矣。道长，这是什么？清净经，常清静矣，真好啊！说起来简单，哪那么容易做到？所以为了得到它，就必须放弃些什么。
你的意思呢？我大概了解了。你的意思就是说，如果我继续追查下去，这个世界的未来很有可能会朝着坏的方向发展。道长，这个坏的未来影响的不只是我吧？咱俩非亲非故，你不会因为我来趟这趟浑水吧？王爷，你认识我？这就牵扯到另外一个概念了，我管它叫做命运的权重。这个世界没有一刻是静止的，个体变化的总和就是整个世界的变化。一块石头被风化了，改变了世界。我吃了几根咸菜，同样也是世界变化的一部分。然而，个体变化对于世界变化的影响程度是不一样的。有人殚精竭虑，却掀不起风浪；有人一念之差，却让世界天翻地覆。这就是命运权重比例不同。而你张楚岚，你这个人的权重比例很高，你的选择会改变很多人的命运。假设你说的都是真的，道长，那我有个问题想问你一下：本身可以置身事外的你，却选择过来劝说我，你是不是也没有选择那个对你最好的未来？不要跑！记得阻止当年的我，不要让他知道真相。是啊，这事儿不用算我都知道，对我没有一丝好处。王爷，你倒是给我揍他呀！我们不是来看你们聊天的。这种场合来吃饭聊天，我本居然输给这种怪人。不只是我输了，啊？什么意思？是我和启门输了。我是一口也吃不下去了。怎么样，张楚岚，能选了吗？而且，是你给了我张楚岚这么多年没有过家的温暖。没事吧，阿姐？我有的，你也会有的。楚岚，你来参加艺人演播大会，能够帮到阿武找到过去，那就交给你了。